其实我跟他挺同步的一点是，更多不是说心疼自己，而是对自己有一种恼怒吧。比较挑战的就是他会限制很多大的行动吧，但恰恰呢，它也是一种机会，大家就更注意到你的一些细微的东西，有得有失吧。进入角色之后，你不会说每时每刻的抽离出来看自己，我觉得是更好的把它演成尽量活生生的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吧。臣为陛下荡平路上的魑魅魍魉，陛下要助臣为黑云记昭雪，为定王府正名，为臣兄长喜悦。Hello， 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我是演员陈磊。那茉莉已经开播几天了嘛？作为观众视角在看的时候，什么感受？会喜欢看一些观众的反馈和对一些剧情的分析，会觉得很有趣。大家已经开始在猜后面的剧情，包括说到第4集一个不同的视角看了这部剧的话，大家也觉得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有问有答，畅快的同时呢，又有铺下一些新的疑问和节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对，大家在追这部剧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有点猜不透的感觉。是的，因为两个人一开始都有点隐瞒。那你自己在拍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注意这种感觉吗？会有，包括导演也在把控，他会有一个预制的结构。每次你接下一个角色的时候，比如说为角色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方式或者习惯吗？看剧本最基础也是最难的一个事儿吧。看剧本去了解人物和他的世界，然后有必要的话就可以拓展一下当时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的一些东西，或者他人物身上有什么特长，有什么技能都得学一学。其实莫修瑶她真的是一个就充满破碎感的这种角色嘛，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瞬间是特别心疼她的时刻呢？有，但其实没有想着说刻意要呈现破碎或者怎么样，只是感受到他有时候会很恨自己的腿不好使了。其实我跟他挺同步的一点是，更多不是说心疼自己，而是对自己有一种恼怒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他一直想做的事情挺明确的，但是也由于自己在身体上有一点病痛，就也挺受影响的。包括后来夜里，他用很多刺激他治愈自己的手段。每次莫修瑶看到了自己腿确实必须得好起来的时候，他都会先有一阵恼怒，就觉得为什么我腿这样，为什么不能够救他，为什么这时候不能够去用我的腿？其实那时候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莫修瑶和陈磊互换身份的话，你们对于彼此的生活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难说。我肯定没有他厉害。首先，他武功很高；其次是他的一些决策能力啊、朝堂政务的处理啊，觉得都需要知道很多的东西，涉及面非常广才能够做好。如果他来到我这儿的话，应该会也挺新鲜的吧，有很多东西需要他好好的探索一番。你觉得他成为陈磊之后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对你的生活，或者对你的事业？对我的事业，对，我觉得他会先给自己放个假吧，放个假，因为太多东西要我玩了。他要看电视啊，然后打游戏啊，然后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新鲜了。对我的改变可能就是让我放松了一段时间。剧播出之后，大家也夸你是轮椅战神。上次我们采访领导的时候，他也夸你说，就刚从轮椅上站起来那场戏特别让他惊喜。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其实也有一点恼怒吧，但是是对自己的，然后充满了很多对阿离的感恩吧。领导上次说，就是你在片场好像唯独或者说拍戏的时候，基本上跟他或者跟大家都只聊戏，很少聊别的事情。跟领导去聊的时候，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吗？我们互相都有交流想法，比如说大家觉得如果在这个事件上这么做是 OK 还是不 OK， 大家先提出来，然后大家都觉得 OK 的话，那就 OK。你自己也要调整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哎，对，其实是有点，就我可以艰难移动吗？这可以啊。就大家都有在踊跃交流，也有偶尔在聊一些了解彼此的事情吧。对于莫修瑶这个角色的塑造，有没有什么很希望说是往这样方向的一个发展？会有这种想法跟领导去探讨吗？其实人物性格和方向上的东西没有特别大的变动，更多是对细节的情感表达，或者说怎么去表达准确这一场戏的情感，这种东西上做的细节更多一些。他想活，不是因为他自己想活，他想活着把他知道的事情，把他查到的事情，把他已经掌握的罪证交回来，交到这朗朗乾坤之下。现在大家对你的原声台词夸赞也特别多，尤其还有很多像一些动作细节这些。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塑造下来，对你来说比较挑战的地方有什么？